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定志，又是一期姗姗来迟的教程。今天这期的话，主要来给大家做一期 HL，也叫歇斯底里协议的节点单元教程。其实这个的话，在上期视频这个视频中也做了，但是这一期视频的话，主要借助面板教程来搭建的。然后这一期的话，我是主要是来教大家如何去用原生的手搓，直接自己手搓搭建。另外的话，我也做了一个一键脚本，然后通过一键脚本来直接搭建。这期视频本来在前几天就应该发出来的，但是过程中吧，我这里也分享一个就是后续的一个计划。我原计划的话，本来上一期教程应该是做类似软路流这一块的，因为我发现可能目前的节点还有一些实际上的运用，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一点，也是可能说很多人会发现很多问题的地方吧，也就是整个使用过程中受阻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我会针对这个来做相对性的一系列的一个教程，保证大家在各种环境下能正常的去用。对，但是过程中的话，我在变脚本的过程中，其实，我虽然是就是说有一点编程基础，但是很久没用了，因为我的工作中用不到，所以现在的话也经常会用到 AI 编程这一块。然后在这一周，我就莫名其妙的突破了 Cloud 的一个限制。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想要用 Cloud 原生的一个编码嘛，它的一个，但现在基本上去靠第三方 Cloud 第三方去引用 Cloud 四去做一个编码，然后我就在这周成功突破了自己去完成的一个整个渠道的打通。但是目前的话，我应该是稳定运行了几天吧。我如果正常运行一周之后没有问题，我会考虑把这个整个方案做个教程放出来。目前来说应该是全网首发，因为我之前搜了很多，都没有搜到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告诉我去怎么去操作和搭建。目前网上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国内镜像吧，我觉得，但那个说实话，一个是要去找别人买，第二个的话，价格也很贵。总体来说，无论是从就是说成本和风险性来说，我觉得不可靠，所以我也没去用。但目前我现在执行的这个方案，完全是通过官方的一个渠道，直接用原生的 Cloud 四去，去操作的。所以目前我觉得还挺 OK 的。如果你很想知道这个教程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另外的话，目前暂定的计划是做软路由，或者就是 Cloud 这个方案，这两个方案可能会在下一期的教程做出来。然后你们可以去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们更想在下一期看到哪一个教程，我会去优先做出来。对，OK，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上期视频的话，我提到会抽5个粉丝来赠送一个这个节点订阅，因为我是专门买了一个服务器做教程的，然后这个服务器的话，后续我也会主要来做一些教程，然后因为我正常的话，可能除了做教程，我自己也不太会用这个服务器的节点，因为我有一个自己专用的节点服务器嘛，所以这个后期的话，应该也会定期的就不停的根据不同的视频节奏吧，来给大家发一些订阅，然后算一种小福利吧。OK，那我们先来抽吧。这个抽的话，还是根据之前的这个网上的这个，我也就不自己去编一个了，因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了。这可能相对来说公平性还高一点，对吧？然后的话，我上期视频中说了，我们要增加，我要订阅，这样的话可以筛选一些，其实之前在抽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留言了，但是我可能抽了呢，他并不需要，那可能这个机会就浪费掉了。可能有些实际想要的，他都没要到，对吧？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我后续的抽奖也会做一个关键字的一个设定，这样的话确保你在抽的时候你确实需要，你也会来找我要，那否则这个资源就浪费了。之前的那个一体旧案的一个兑换码也是一样。OK，那我这里是直接抽5个。OK，这里抽中了5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有没有抽中。抽中的话，根据视频里说的邮件发我，好吧？邮件我会然后把对应的订阅链接发给你。目前的话，正常就是1个月一抽。然后这期视频的话，看一下吧，嗯，看到最后吧，看到最后我看心情，如果 OK 的话，那就再抽几个，因为这个服务器流量应该还够的。把这个，哎，这我觉得可以，哎，没事，我到时候最后做完视频，我再去对应留言下评论一下吧，就不浪费这个制作视频的时间了。OK，那这个就先关掉了，这个放着，然后我们讲今天的重点内容，HL 的一个整个配置和搭建。看过上一期视频的，肯定就已经我也展示过了，这个协议非常好，它完全可以把垃圾的 VPS 速度直接拉上来。如果用老的一些协议的话，它可能就是你能连通，但是速度很慢，就趋近于零的那种。但是这个的话，基本上我目前用这个 VPS 的话，正常十几兆没问题。觉得嗯，其实我在做上期视频的时候还没有那种预想到的那种，就是说结果吧，所以说比较惊喜的，所以我还是决定就是针对这个 HR 的协议，就是针对性研究一下，然后做一个专门的一个视频吧。我觉得，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去用 VR 面板这一类的东西的，说实话，我像我自己搭建服务器啊，像那些之前用的那个什么面板，哎，忘了，因为我主要不怎么用面板，所以我不太喜欢我比较喜欢手搓了，说实话，我比较喜欢原生一点的东西。嗯，那这里就不展开讲了，今天主要讲一下吧。这期教程的话，主要通过3个方面吧。一个是一键部署的脚本，这个的话我虽然放在最前面这个文章，但是我会在视频的最后才去讲。我会优先讲这个手搓，因为一键脚本的话，我集成度比较高，比较方便，它讲起来会比较快一点。通过先讲手搓的话，你整个大概的会了解的比较透彻一点，然后最后再通过一键脚本的话，这样会比较好理解。最后呢，就是客户端一个配置。客户端的话，这个怎么样？主要还是针对手搓吧，因为手搓的话，说实话，你完全靠手动去改一些配置，然后这样去做的话，你的没办法直接输出一个订阅链接，所以你的客户端也要去手动的去配置，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如果你选择手搓的话，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手搓之后再去安装脚本，因为我这个脚本里面是含你的订阅链接生成的，后面我会讲到。这里的文章没有更新到最新啊，等一下我重新更新一下。OK，这里更新好了，那我们重新来看一下。就简单介绍了一个，加了一个介绍，然后中间也有些更新，之前那个版本没有更新到这个博客里面。OK，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到那个歇斯底里的官网去看一下，这官网做的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这里的话看一下，我们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其实如果自己想就是深入的一些研究和搭建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文档自己去看一下。我这里的话，相对来说，主要给大家来做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配置，然后部分的进阶配置吧。对，这个的话，就像刚刚讲的，我这个一键部署的话，就是看完视频，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去手操，那你就直接通过这个一键部署去操作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嗯，但是我这个视频的话，会先从手搓服务器来讲。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教程，好吧？然后的话，第一步我们肯定需要去来安装这个西子迪里，然后我们直接复制这个命令，然后我们登录到我们的服务器，然后直接粘贴进来，它会自动运行安装。然后这里的话，它也做了一个提示，就是你的配置文件是在这里的。如果你要启动服务器的话，通过这个命令，这个的话是那个自启，服务器自启。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博客，跟着博客走。这里的话，卸载命令我放在这里了，大家如果不想用或者想重装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卸载命令。我们主要是来看这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直接在命令窗口去配件，但是我这里给大家放了一个快速生成配置的一个修改配置的一个命令吧。就是因为在客户端你去修改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嘛，通过本地，然后直接通过命令去修改会方便一点。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吧。你安装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默认的配置。但你要去把对应的你的证书，你想要通过这里的话，它是默认是没有那个 TLS 的，它是用这个 ACME，你要去修改你的域名，对吧？然后这里的密码，然后这是伪装域名，你需要去修改一下。但是我们这里的话，给大家推荐更便捷的吧。那我们回到这里来，这个的话就是你将你需要的配置，然后通过这里修改，然后通过这个命令直接可以修改这个配置文件。然后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里的话就是一个默认，它默认会自带一个 ACME。如果你有域名的话，你去修改这个肯定是更加推荐的。这个其实在跟上一期的教程中其实都差不多，因为它本身就是用它这个服务协议，所以它配置上其实差不多的，只是相对来说，呃，修改配置文件更直观一点吧，我觉得。然后这是一个证书，这是一个认证密码，这是混淆密码，然后这是伪装域名。在这里的话，我也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大家就是缺少了 UI，所以我们要根据它不同的字段去确认它对应的需要什么设置，然后需要如何去设置，对吧？然后这里的话，配置的话，我先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 TS 的吧，我觉得这个会简单一点。其实我现在其实这个服务器已经设置了域名，如果你已经解析域名的话，其实域名会相对简单，因为你域名有了之后，你直接修改这个域名就可以了。每一个都做一下，我觉得，因为其实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人来问我。OK，我们先自己搞个备忘录，把这个复制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它。那我们先搞域名的吧，好吧？把这个都注释掉。然后既然用这个域名，我们就把这个删掉。这里的话，域名就是你必须已经解析到服务器。在这里的话，也提示一下，当你就是刚解析完，就是比如说你刚到服务器里面去，跟你的 DNS 去解析了这个服务器，它的解析可能会10来分钟左右吧。这个期间，你的节点可能无法生效，因为它还没解析到。另外这里的话，我实测之前在面板上的话，我可以开启小黄云，好像不太影响。但实测这个原生的话，它必须把小黄云关掉。如果你用 Cloudflare 去解析的话，小黄云需要去关掉。这里重点讲一下啊。然后这里的邮件的话，其实大家随便写一下就可以了。我这边也随便写了一下。这边的话就是你的认证密码，认证密码自己修改，这个肯定客户端是需要的。还有这个混淆密码，你有需要的话就放啊，没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删掉或者注释掉都可以。至于伪装域名的话也是一样，它默认配置上是有一个伪装域名的，你可以用我这个，也可以用它默认的，也可以自己修改。
然后这个伪装域名的话还是一样，我也是放了一个，这里命令我应该放在这里了，对，还是一样，有这个测试的命令，你可以通过这个去测试，当前它会给出你10个延迟最低的，然后你去选择一个就行了。像这个的话是一直有，所以我习惯性用这个 CDN 的，对吧？一直有，它相对来说比较通用一些，而且 CDN 的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吧，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吧，好吧。然后这个的话就基本上简单配置了，然后默认配置的话，这里的监听端口它默认是443，你注释掉也可以。如果你要去修改的话，你就把这里修改掉就可以了。这里我就不多做修改了，主要给大家做演示，好吧？然后我们把这个修改好的复制一下，我们直接到这里粘贴到这里来，回车，然后它这里就修改好了。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看它就根据我们的配置，整个文件修改成这样了，对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退出。其实手搓通过域名的话还比较简单，你看这基本上就配置完成了。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启动。这里的话，启动在这里，启动命令在这里，然后然后它会提示。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用，我们先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状态。这里显示不全，我们看到这个已经 server up and running， 那说明可以了，这也是一个运行状态。那我们这里节点已经启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客户端去看一下它有没有生效。那客户端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我们通过这里来看吧，需要这个配置去配置客户端。这是我之前测试的，我们就先这之前的我把它先都删掉，没用的这些。然后我们要去新建一个服务器，别名的话大家就随便配置一下就可以了。地址，这里地址的话对应的话就是我们的域名或者 IP 都可以。如果你已经域名解析了，那就我们直接用域名就可以了，不用写 IP 了。端口的话就是我们刚刚默认的443，密码就是这里，我们自己设置的密码。就混淆密码也是一样，根据那个配置，这里选 TS。SIN 的话就是你对应的这个，这里选 Force 就可以了。原则上这样就配置完成了。我们确定，我们测一下延迟。OK， 它通了是吧？我们再测一下速度，看一下。11、12，是吧？14。我这个服务器还不是那种就是优化过的线路，就普通线路，是纽约的一个线路，就我之前推荐你们买的那个服务器，有兴趣可以去上个视频再看一下啊，我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其实大家就是现在一个基本的节点，就普通的节点，我们就搭建完成了。就相对于前面的面板搭建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还更加方便快捷一点，而且占用的资源还少，对吧？这个 ACME 的这个教程就到这里，基本上可以算是结束了。那我们再来配置一下 TIS 的。TIS 的话，我们这里就是要把它先注释掉。嗯，
然后再把这个删掉。这里是可能它这里格式问题，先不管。这里放开，这里我们可以都先不改，这里都不影响。好，我们要回到我们这里来。如果用 TLS 的话，说明你就是不设置域名。不设置域名的话，你就没有对应的证书，我们需要用自签证书。自签证书的话，这里你通过这个命令去可以生成证书，证书的对应路径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个配置里面的这个路径，默认路径。我们要先去生成这个证书，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去修改，也可以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路径下，你如果自己有证书，你原本就有证书，你也可以把这个证书上传到对应的路径。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命令来生成一个自签证书。OK， 这样的话就生成完成了。然后我们再来去修改我们的这个文件，配置文件，回车，我们再来查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OK，我们这里 AC 名证书已经被我们注释掉了，然后这里只留下 TLS， 对吧？然后其他的我们就默认不改，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去改，我这里为了教程我就不改了。然后我们退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重启一下，你修改完就要去重启一下。OK，我们重启一下，然后我们习惯的先去看一下整个服务器的一个状态。OK，它这里也是 Server 版的软件是吧？也重启成功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重新配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原则上它应该是连不上了，对吧？它连不上了，那我们就要改。这的话，你正常如果不设域名的话，如果你的域名解析没有解析到，这就用 IP。但是我这解析过了，我继续用域名也没有问题。但是我这里的 SIN 要改了，因为我们的证书不一样了。我们这里的证书是这个，所以我们要改它。而且这里的话，同样用 TLS 的话，我们需要去跳过它这个证书验证，才可以连上。然后我们确定，然后再重新测一下颜值，看一下。OK， 连上了是吧？然后我们也测一下速度，看一下啊。OK，速度也很快，直接飙到了13，是吧？说明它这个速度也没有问题。那这里的话，基本上两种证书我就这边就演示完了。然后这里的话也默认带了混淆密码，是吧？但是上一个视频我还重点讲了一个跳跃端口的问题，是吧？大家如果看过的话，肯定有印象。那我到这边其实都没有讲，因为它这边手动的话，它需要一个命令去设置这个跳跃端口，就通过这条命令，我们可以先把它复制出来。其实我这里，你如果也是使用这个默认的话，你其实443单网的你就不需要复制，你直接用那条命令就行了。但是你如果要修改这个端口，这里有几个问题啊？一个这里是一个网口的配置，哎，我通过那个吧，文章中会比较好看一点。这个话就是，有几个重要参数，ETH0，这是网口，你的网卡名称，这个大家需要去自己默认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但是你要确认一下，可以通过命令去查看一下。我习惯性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 ETH0是吧？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去查看你的这个正常默认都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你如果需要去修改跳跃的端口区间的话，就去修改这个数值。最后的话就是你的监听端口，这里默认就是443，所以正常的话，你如果要去设置的话，你要注意这3个参数，是否要去修改。然后我这里没问题的话，就直接用这个去设置就行了。没有任何报错，那就说明成功了。然后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到这里来配置，在这里配置上，手动配置上，然后再重新连接测试一下。连接失败了。哦，我知道了，应该是它这个我的这个版本问题。老版本的这个它是不支持端口跳跃的，因为我在另一个电脑上测试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的，它的版本是最新版本，应该是这个问题。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吧，大家把这个更新到最新，直接去设置就可以了。我之前还特地查了一下哪个版本它更新的，因为其实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做这个 HR 的教程基本上都是几个月之前的，他们都会让你去下载一个HR 的协议，就是更新到这个客户端里面。我做教程之前忘了，我这个 Mac 上面的这个没有更新，所以导致了它直接添加这个跳跃端口，它会失败，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个 H 的那个跳跃端口协议的支持。但是在最新版本里面，它是可以的。我这样特地去查了它的各个更新记录。对，这里我就不多做那个，不去更新了，太麻烦了，我觉得，好吧？OK，但是我们那个是设置成功的，到时候我们在脚本里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时候的一个手动配置就好了。然后手动配置啊，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客户端，电脑客户端啊，这样的配置啊，相对来说可能还简单一点。但是你换来说手机端啊之类的，你可能就会麻烦一点。像这里，你可以客户端手动去改。另外的话，我提供了一个方案的话，就是通过这个配置文件，你可以把这个配置文件复制下来。但这里好像不太方便，Mac 里面，哎，我主要的测试我都是在Windows 上测试的，教程我通过这个 Mac 啦，我感觉会方便一点，所以有点问题会出现。后续的话尽量把这一块弥补上吧，好吧。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配置文件，我们需要去通过修改它，然后你根据不同的参数，这里会有你这里就是你的 IP 或者域名，对吧？然后这里是你的端口，这是跳跃端口，认证密码，TLS、SNI，你的域名证书域名，混淆密码是吧？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你可以把对应的删除掉的话，你比如说你这个不需要，你就把它删除掉，然后把对应的这个配置文件保存，然后导入就可以了。我这个教程写的还比较详细。之后呢，
这个的话大家自己去看一下，研究一下，好吧？这个主要是一些详细的说明，就是怕小白你比如说视频看不懂啊之类的，所以说，哎，每次教程都会提示一下吧。就是每次你们如果说，我在操作，因为操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快，然后很多点可能就是没有讲那么详细嘛。就比如说我修改一个端口，你可能就端口开着，这个端口修改一下，然后监听端口，你乍听一下有点懵，听不明白，那你就到这个文章里面看一下，我现在修改的对应的哪个参数是什么端口，然后需要怎么去修改，要不要修改，对吧？有可能有些你需要修改，有些可能就不需要修改，就纯看你自己的就是个人的需求，好吧？然后这个文章的话，我会就是都会写的比较详细一点。视频的话主要是看操作，文章的话你可能对整个就是说教程啊，然后一些原理啊，可能会就是能更加理解深刻一点。然后这里的话，因为说实话，这期教程我也不知道，就是讲的太细吧，感觉没必要。因为上一期视频说实话也搭建了很多，其实都是相通的。我觉得你这一期视频可以结合上一期视频，可以结合着看吧。因为重复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讲多了，可能大家也不想听。然后这里的话，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端口跳跃这个问题。端口跳跃的话，确实是我没考虑到。我这里的话，它会需要一个更新到最新，或者我看一下，去找一下。我刚刚把自己 Mac 上面的这个更新了一下，发现还是不行啊。之前在做上一期教程的时候也发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后来忘了是什么问题了。当时忘了做那个笔记。这边的话，这个端口调页目前这个手动配置是有点问题的，我后面再研究一下吧。兄弟们，我们这里看到可以正常连接了，这里设置端口。然后我刚才查了一下原因啊，因为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我这个端口跳跃设置啊，之前都没有清除，导致了我在设置的时候它没有生效，它出现了冲突。这个问题我是怎么发现的呢？还是要靠就是我的那个脚本，然后我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的话，我后面看在文章中备注一下。但你正常去操作的话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这条命令是我们可以查看当前的一个整个端口跳跃的配置去看，我们这里只有一条生效，对吧？我刚才查问题查了很久啊，然后现在我搞好了，然后特地重新录了一下，然后这里端口配置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版本问题的话，刚才那个版本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我只能说新版本它这里是支持端口跳跃的，老版本的话你自己去查一下吧，因为我之前查了哪个版本开始更新的我忘记了。最好更新到最新版本的，最新版本你就不需要去添加这个 H2 的协议到旧版本里去了，对吧？好，这里就 OK 没问题了，我们的手搓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现在来直接看我们的那个一键脚本吧，一键脚本方便点。手搓纯粹是为了给你们讲解一下，然后适合比较想手搓的话，我建议这个一键脚本吧。这一键脚本大家也放心用啊，我这个的话也是基于这个整个手搓的过程编辑的一个开源的项目，然后也是通过 Cloud4去做一个优化的。然后这里我们一键脚本就安装完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快捷命令来使用。这个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一个安装运行状态，因为我们之前手搓的时候已经把这个 HR 安装好了，也正在运行，配置也都配置好了。你默认的话，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去做过手搓，你直接安装一键脚本的话，它这里默认是全都就是没有安装的状态，所以你要先去做一个安装，好吧？按一先安装，安装之后它正常情况下这里就是一个没有就是已安装，但是服务是未运行的配置文件是存在的，因为它会有一个默认配置。对，这里的话，我先演示一下吧。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可以按2来做个一键配置，我们可以把之前的这个直接覆盖掉，然后它自动，所有的东西都会自动。OK，它这里就会生成一个
最新的配置信息，看到了吧？然后我们继续回这继续。它这里都没有挑那个，哎，先不管吧。刚才哦，因为我们刚刚都开启了，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配置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去到8看订阅信息。我们的话，一个是可以按这个看节点信息。其实这里的话，我们如果说自己也是完全可以按照手册的一个手动配置去做一个配置。当然，既然有了脚本，我们肯定选择更方便的方式。这里它直接可以选择出现节点链接，我们直接复制。我们回到这里来，直接粘贴进去，然后直接做个测试。怎么又出现了刚刚的问题？我们这里来这样吧，我感觉老是会出问题。这个之前测试其实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这样，我要回去看一下。我也是做视频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先退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你看它这里出现了2条，这主要是我们之前出现的那个问题，它会出现2条这个，导致它应该会出现冲突，然后就无法访问。就比如我们现在来尝试，应该就是我来手动配置一下。然后刚刚的问题我等会儿跟大家说怎么来解决。我们先来覆盖它，然后我们还是用这个字签。之前它没让我设置端口。这里来了，端口我们改成2025，默认的混响我们可以开启，也默认，然后继续，端口条也可以开启，默认的端口，它到2025了，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我们继续再回到订阅，看一下节点信息，再来复制粘贴，放过来2025端口，测试一下，这样就正常了，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没有带出来，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看一下，确定，再测试一下。有问题吗？又不行了。我知道了，它那个端口也会有异常吗？再先回那个看一下啊，这里就有3条，是不是它这个端口也不能冲突啊？哎，是我之前验证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再来手动改一个，还是这个，改2026，开机混淆，继续，然后开启，我们改成1万到2万。然后重启服务器。我不知道是不是只能保留一个，还是说它只是端口冲突，所以我们正好直接在这个测试一下。然后大家如果遇到问题，也可以根据我这个思路来啊。再来看一下到底什么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教大家最后的方案。连接一般应该都是没有太大问题，是吧？连接都是正常，只是说这里添加这个端口贴之后就会有问题。哎，这样就 OK 了。那说明现在的问题就是，那可能，我们回到这里来看啊，先退出，我们回到这个
这边来看一下，大家可能就是后面要注意一下，这边你看我们现在设了这么多，它现在就是如果单纯设一条这个端口跳跃它没有问题，如果再添加一条不就是监听端口不同，但是跳跃端口相同，它也会形成冲突，也不行。我们只有当监听端口和跳跃端口都不一样的时候，它才能生效，对吧？OK，那这个大家划个重点，我后面文章中再去更新一下。我们回到这边，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改它，怎么改？我们可以从4，然后修5端口跳跃设置，然后我们去禁用掉，确定要禁用，它就会删除规则，看到吗？然后我们再回去退出脚本，看一下，只删除了当前的这一个，然后这个的话，我可能要就是去强化一下，把这个脚本强化一下，这个到后面版本再更新吧。OK，那这个脚本的话，就是基本的功能，就是快速配置的一个方案就在，主要是我后面要去把就是这个端口跳跃这个脚本优化一下，方便我们去清除所有的一个端口跳跃的配置。我们在自己无论是手搓还是在就是用桌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个端口跳跃的配置。这里重点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脚本看一下。1、2、3、4基本上都看完，4的话就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当前的配置，就是你当前的一个配置信息，然后你可以去修改认证码，就各个参数你可以在这边修改，也可以按6去手动修改。OK，我们现在退出这个，然后我们再返回。域名管理的话，这里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去配置一个 SMA 的域名，就是你可以把解析到服务器的域名提前在这里设置一下。证书管理，证书管理的话，如果主要是针对有自签证书的，自己有自己的证书，你可以到这里去修改，或者是你单独去修改一个证书，也可以在这里去修改。这些配置的话，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说一下这个卸载吧。下载的话，这里给了3个选项，你可以去卸载 HLD 相关的配置文件，这样的话你就是重装一下，整个不删除就是这个脚本的一些脚本程序和一些依赖插件，就比如说你的订阅插件，它就不会删除，它会保留。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除了脚本，你其他的信息都会删掉。第三个就是完全删掉，连 HL 一起删掉。对，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去做一个删减吧。OK，那今天的基本教程就到这边结束了。然后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回到文章中去看一下。然后这次教程的话，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一个端口跳跃的问题在这里。到时候我会去重点说明一下这个端口跳跃吧。它这里无论是你的跳跃端口还是监听端口，不能形成冲突。这个大家在结尾我也重点说一下吧。OK，最后的话，大家记得留言说一下，就是下一期视频的话，你们希望看到的是软路由的相关的配置教程，还是说你们希望看到 Cloud 4的相关搭建配置教程？Cloud 在目前的话应该用了3、4天吧，还是比较稳定的。对，目前如果下个礼拜还是没问题的话，我会把教程也做出来。另外的话，这期抽到的粉丝的话，尽快的联系我，好吧？然后的话，正常都是就是按照上个视频说的，1个月200G 吧，对。
然后这期视频的话再抽3个吧，然后这个中的还是可以继续参与抽奖，然后的话定期，相对应的你的订阅时间的话会从一个月，再加一个月嘛，就是这次还是抽一个月，就比如说，呃，抽中了这个我会给你做一个月的订阅的一个链接，节点链接，对，你可以使用一个月200G。如果说这个视频你又中了，那我会给你再加一个月，那对应的话就是2个月400G，OK 吧？嗯，OK，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什么其他的相关知识，也可以给我留言，好吧？然后请大家给我点赞评论，谢谢。